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又到了吃凉拌黄瓜的时候。但是在吃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先把黄瓜给它清洗干净。众所周知，现在的蔬菜上面难免会有许多的农药残留，因此我们在清洗黄瓜的时候，可以在黄瓜上面撒上一些食用小苏打。因为小苏打它清洁作用非常的强，不仅可以将黄瓜清洗得干干净净，还可以有效的去除农药残留，并且通过这种方法清洗出来的黄瓜，我们吃起来才会更加的放心，也更加的健康。不要看这两根黄瓜弯弯曲曲，一点都不好看，但是这两根黄瓜可是自己家种的，它是相当的新鲜，相当的嫩。直到把两根黄瓜都用小苏打这样搓洗一下即可，最后再用水冲一冲，把黄瓜冲洗干净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洗好的黄瓜放在菜板上，然后用刀把黄瓜的两端给切掉。因为黄瓜两端不仅没有水分，而且口感有一点苦涩。切好以后，把黄瓜放入一个干净的塑料袋里面，然后我们用手将袋口给它拧紧，然后把袋子中的空气给它挤掉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找出你家里面的擀面杖，把黄瓜这样全部给它拍碎。拍的时候不要太过用力，否则黄瓜就会被拍得稀碎。因为拍得太碎，我们在吃的时候就夹起来比较麻烦了。从头拍到尾过后，然后把拍好的黄瓜取出来。可以看见，用擀面杖这样拍打出来的黄瓜，比直接用菜刀切成小块更好，也更加的容易入味。最后再用刀给它切成这样一小段一小段的就可以了。不知道平时你们在凉拌黄瓜的时候，是拌的拍黄瓜还是切黄瓜呢？黄瓜处理好之后，我们给它放入一个大碗当中，把这种块头比较大的给它掰一掰，以方便入味。最后往黄瓜中加入一勺白糖，用白糖来腌制黄瓜，它口感会更好。然后用手将白糖和黄瓜均匀的抓拌抓拌。当然，有的朋友平时在腌制黄瓜的时候会选择使用食盐，其实都是可以的。当然，个人建议使用白糖，这样弄出来的黄瓜它口感会更好。直到把白糖和黄瓜抓拌均匀即可。在抓拌好过后，我们可以给它放入冰箱里面冷藏20分钟左右。利用这个时间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大蒜，把大蒜拍一拍。喜欢吃大蒜的朋友可以稍许多准备一些，因为凉拌菜如果没有大蒜，那么香味就会少一半哦。拍好过后，把它切成小块，然后再改刀给它剁成蒜末，这样可以让大蒜当中的大蒜素以及味道释放的更加浓郁。做好大蒜之后，放在碗中备用。然后再准备几个小米椒，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多放入一些，反之就可以用青椒来代替。把小米椒的辣椒把给它切掉。接下来再把小米椒给它切成圈儿，切好以后和大蒜放在一起。接下来准备一把小香葱，然后把小香葱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和大蒜、小米椒放在一起。现在起锅烧火，往锅中倒入一些食用油，将油烧热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将锅端起来晃一晃，这样可以加速油升温，直到将油烧至十分热，
然后把油倒入大蒜、小米椒当中，这样可以将大蒜和小米椒以及葱花的香味给激发出来，闻着可是太香了。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均匀的搅拌搅拌就可以了。搅拌好之后，我们先给它放在一旁备用。因为现在油温它特别高，因此也需要给它放在一旁凉一凉。然后再用锅里面的底油倒上一点花生米，喜欢吃花生米的可以多倒上一些。然后用小火开始翻炒花生米。再次提醒一下，一定要用小火，如果火太大，花生米分分钟就会被炒糊。不仅花生米炒不熟，而且表面会糊掉。直到将花生米炒成这样，你会闻到浓浓的花生米香味儿。这个时候说明花生米也已经炒好了。最后只需要把花生米盛出，给它放入一个干净无水的碗中。然后我们也需要把花生米放在一旁凉一会儿，那样吃起来会脆脆的。这时候黄瓜的腌制时间也已经到了，我们可以看见黄瓜当中已经被腌制出了许多的水分。现在我们只需要把水分给它倒掉。倒的过程当中，用手使劲的捏一捏黄瓜，这样也可以把黄瓜当中多余的水分给挤出来。挤完水分过后，放在一旁备用。然后往调料当中加入一勺香油，接下来是一勺香醋，喜欢吃酸的朋友也可以多加入一勺。然后再加入1勺半或者2勺的生抽，最后再放一点点蚝油，这样吃起来它口感会更加的鲜。再撒上一点味精，然后是食盐，最后再撒上一点花椒面，一把白芝麻，用筷子均匀的搅拌搅拌，这样一碗万能蘸酱就调制好了。无论是当做蘸水使用，或者是拿来拌凉拌菜，都是非常香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！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拌好之后，再把放凉的花生米倒入黄瓜当中，然后再把调料瓶也倒入黄瓜当中，最后戴上一次性手套，把黄瓜和花生米以及调料均匀的抓拌抓拌，让黄瓜和花生更加容易入味。当然，抓拌好过后，我们可以再次放入冰箱冷藏10分钟左右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脆。当然了，如果我们马上吃也是可以的，只需要把拌好的黄瓜放入盘子当中，我们就可以吃了。这样一盘香辣入味的凉拌黄瓜就已经制作好了。无论是拿来吃面、吃馒头、吃饭，甚至是下酒，都是非常的不错哟。在饭店里面，这样一盘凉拌黄瓜得10几20块吧，而自己在家里面做，几块钱就能轻松搞定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凉拌黄瓜，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